今天开封浓香型红茶荔枝酒。由于我家老爷子喜欢喝浓香酒，3个月前我专门用浓香酒给他泡了一瓶。一开封就能闻到熟悉的浓香酒味，酒体是红茶的深红色，入口是淡淡的浓香感，中口是荔枝的果味和果甜，后口又是浓香酒自身的滋味，整体非常顺滑，完全感觉不到辛辣和刺激。红茶的味道一直穿梭在酒中，仿佛一有空隙它就钻出来，在口腔中活跃。浓香酒自身的味道也贯穿始终，在我把酒都装瓶之后，还依然能够回味到。总体来说，跟之前用伏特加浸泡相比，口感截然不同，这也是我觉得泡酒最有趣的地方。3个月前，我泡草莓酒的时候加入了一些橡木片，没想到口感意外的惊喜。过程是这样的：静等3个月后开封。一开盖，一种类似草莓巧克力的香气扑面而来，酒体是明亮的红宝石颜色，入口先是草莓的果味儿。中口是草莓酸酸的果甜，后口是橡木和草莓果甜的融合，回味又有一点可可的味道，整体口感非常的雅致。泡酒时加入茶叶，会给酒增添一些高雅自然的香气，而这次加入的橡木片给酒增添了许多木质香气，也使后口更加的醇厚。因为我用了3种橡木片的组合搭配，用量略有点多，导致木香盖过了果香，但依然非常好喝。我们开封整体百香果泡酒，因为有百香果，酒体有点浑浊，所以我们用咖啡滤纸来过滤。入口是橙子的香气，非常的自然；中口是百香果的酸甜，这种酸感比青梅的酸更加的顺滑优雅。后口略微有一点梨的香气，但瞬间被橙子的香气所掩盖。橙子的果肉做酒，橙味不太明显。橙子的白瓤有点苦，所以用去掉白瓤的橙皮做酒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苹果和梨本身不会带来太大的香气，但会吸收掉酒精的刺激感，让果酒喝起来更舒服。这个组合又给了我新的灵感，下次继续。截至目前，一共邀请大家品尝过2次泡果酒，有一些朋友反馈有点甜，其中红枣朗姆酒的含糖量是23.6%，因为红枣自身的含糖量有点高。后来测试了不加糖的红枣朗姆酒，含糖量也有18%，所以在泡草莓威士忌的时候已经减少了冰糖的用量，最终检测含糖量为8.4%，个人感觉还行。但依然有些朋友反馈有点甜，所以在泡胭脂美和红茶荔枝酒的时候，我又降低了冰糖的用量。前几天在朋友家喝到了一款果酒，没有明显的甜味，决定研究一下。从生产工艺来看，借鉴了葡萄牙波特酒的工艺，在水果发酵后期加入了水果白兰地和朗姆酒，这样既保证了果甜和果味，又提升了酒精度。入口没有明显的甜感，中口是青梅的果肉味，后口是青梅独特的果酸，回甘有一点果甜和果酸的融合，相对比较持久，喝完口腔会有一点酒精的刺激感。其实品酒有一个乐趣，就是酒精的刺激感，刺激感恰到好处的时候，就像给口腔按摩一样。这款酒正好是这样的感觉，不会感觉明显的甜，但入口依然很舒服，是值得我借鉴的地方。于是我检测了一下含糖量，结果显示5%左右。通过这款酒的感觉，我以后泡酒要多做一些含糖量的对比实验，去平衡好甜感和酒精度。瓶盖的设计也非常有意思，需要按一下再拧，有点像一顶黑色的绅士礼帽。酒精度是21，多种口味可选，不管从外观设计还是酒体口感，都显示出品牌的用心。含糖量不高，果味也相对明显，而且这种创新的工艺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。3个月前用文池玉露泡酒非常惊喜，以前只有在书上才能看到茶叶的花香，竟然在这酒里都呈现了出来。茶叶用我们传统吊香方式，优点是可以更好的萃取出茶叶的花香，缺点是茶叶用量比较大，梨用来吸走酒的刺激口感，同时增加清甜口感。入口是茶叶自身的花香，中口是茶叶的茶香和梨的清甜，后口和回味是茶香，茶香一直贯穿在口腔中，不苦不涩，清新自然。这次浸泡的时间有点长，梨出现了一些发闷的口感。我发现煮的冰糖雪梨汤中，梨的口感非常明显。接下来我准备尝试一下煮梨后再浸泡，试试口感会不会更好。吊香这个工艺，前几天在调东方之珠鸡尾酒时也用到过一次。与浸泡的方式相比，用吊香萃取出来的香气更加的清雅。东方之珠鸡尾酒是近半年的调酒中我感觉最好喝的一杯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
我们开封山楂橙子酒，很多水果自身的味道很好，但是泡酒之后口感比较单薄，所以我尝试一些组合的泡法，让口感更富有层次。酒体是耀眼的金红色，目前为止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酒体颜色。前口是橙子清爽的香气，然后是山楂的酸爽，绵密持久，一直到回甘，清甜而不腻。最后回味是淡淡的玫瑰香气，三种味道既有层次感，又相互融合，非常美妙。山楂橙子酒，个人感觉5星加。我们开封凤梨砂糖橘泡酒，跟菠萝比起来，凤梨少了一点色感，入口更加顺滑。酒体的颜色非常清透，微微发黄。喝起来前口是凤梨的清香，后口是砂糖橘香甜的味道和一点点凤梨的甜。下咽之后，口腔中微微有一点薄荷的凉感，层次感也很丰富，但相互融合过渡的顺畅度比较一般。凤梨砂糖橘泡酒，个人感觉是4星半。